乌克兰清除格鲁乌少将，俄战报注水30倍被抓现行。面对前线推进的迟缓，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开始在地图上搞虚空站定，结果直接被 ISW 打脸。与此同时，乌克兰无人艇成功清除一艘影子舰队油轮，但被清除的还有俄军情报头子。格拉西莫夫为什么要谎报军情？难道捷报都是假的？被清除的俄军情报头子又到底是谁？据乌克兰安全局消息称，在希腊南部海域，这艘俄影子舰队油轮名叫昆迪尔号，在完成印度原油转运任务后，经过苏伊士运河返回波罗的海。对此，乌克兰安全局直接派出一艘自杀式无人艇，精准命中这艘油轮的机舱，船只彻底失去动力。但乌军这次打击并不局限于经济领域，多方情报显示，格鲁乌臭名昭著的29155部队指挥官、俄军的情报头子安德烈·阿维尔亚诺夫少将极可能在这次袭击中被定点清除。这位少将来头不小，是格鲁乌2915部队的主要负责人。这支部队从2008年以来就一直在秘密运作，直到2019年才被公开，专门负责在海外破坏和混合战。而这位少将更是战功赫赫。在2014年捷克军火库爆炸案中，他一手策划和炸毁了准备运往乌克兰的弹药。2016年黑山政变，企图刺杀黑山总理，阻止黑山加入北约。2023年普里戈金坠机案及瓦格纳首领的清除行动，外界也普遍认为由其执行。说白了，这个少将就是普京手中的一把黑刀。那么这样一位手里沾满鲜血的高级将领，为何会出现在一艘民用油轮上？在火力军看来，大概有2种可能。第一，执行秘密撤离任务，在欧洲领空对俄关闭，民航系统被严密监控的情况下，格鲁乌少将混入影子舰队，属于相对安全的撤离路径。第二，海上移动指挥，这艘船可能不仅是运油，还是一个移动的情报节点，这倒比较符合其情报头子的身份。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乌克兰情报局虽然在黑海表现出色，但要在地中海精准锁定一艘待定的油轮，并确认目标人物在船上，单靠情报局的人力情报网很难做到。这背后极大概率是五眼联盟或英国军情六处提供了关键的信号情报和卫星定位。乌克兰拿着坐标直接定点清除了那位情报头子，顺手打爆本就所剩无几的油轮。但这还只是开始，核能源设施正在多点开花。除了地中海，乌克兰的打击还烧到了里海。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乌军成功袭击了一座位于里海菲拉诺夫斯基油气田的油气钻井平台。该油田由俄罗斯卢克石油公司运营，自12月初以来已遭至少2次无人机袭击。但它并不孤单，位于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中亚中心管道几乎在同一时期被炸毁。这条管道是中亚天然气进口的关键通道，年输气量高达120亿立方米，主要输送给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天然气。切断它不仅断了俄罗斯收取的过路费，更在地缘上逼迫中亚国家寻找替代路线，进一步孤立俄罗斯。目前天然气输送已无限期停止。乌克兰这一系列行动相当于在释放一个战略信号，那就是影子舰队以及位于后方的俄能源设施再也没有绝对安全的避风港。此前俄罗斯利用第三国注册关闭 AS 应答器来规避欧洲和美国制裁，或者改变航道，将影子舰队的船往地中海、里海这些离乌克兰遥远的海域开。现在乌克兰证明了，无论是黑海、波罗的海还是地中海，都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内，影子舰队已无路可逃。要知道，海事保险业对风险极其敏感，一旦被认定存在战区风险，保费将成倍增加。而一系列打击的后果就是俄油轮保费暴涨，直接压缩俄石油利润。正如一位伦敦的海事安全分析师所言，乌克兰正在证明，无论注册地在哪儿，俄罗斯的资产都无比脆弱。或许为了配合乌克兰的打击，欧盟还同步更新了制裁名单，将影子舰队的制裁数量增加到近600艘。这个名单中不仅有油轮，还包括运输被盗乌克兰粮食和铁矿石的货船，物理摧毁加上金融制裁，一套组合拳下来，普京维持战争机器的资金流被切成了碎片。当乌克兰在战场取得实打实的战果时，俄罗斯总参谋部正在忙着给克里姆林宫编造胜利，其宣称控制了乌克兰数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结果美国智库 ISW 直接拿着数据打脸。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最近向各国通报战况，声称俄军在2025年已占领超过6300平方公里的领土，并特别提到了库皮扬斯克和康斯坦丁诺夫卡。然而美国战争研究所当场掏出卫星监测数据和3维影像，对这份战报进行了逐条核查。结果显示，这完全是一份注水的政治报告，而且注水程度高达30倍。首先是领土面积方面，俄方声称一年豪取6300平方公里，但 ISW 核实真实占领面积约为4700平方公里。
1600平方公里差距，格拉西莫夫相当于为俄罗斯变出了2个基辅市的面积，即使按照4700平方公里计算，也仅占乌克兰国土不到1%的面积。为了这不到1%的土地，俄军付出了数十万人的伤亡，这在军事交换比上属于彻底失败。其次是城市控制上的谎言，格拉西莫夫宣称已对库皮扬斯克完成了占领，事实上，俄军目前仅在奥斯基尔河东岸的新基夫卡周边活动，根本没有进入主城区。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格拉西莫夫宣称控制了50%的城区。ISW3维影像却证实，俄军实际控制面积仅为1.6%，1.6%被吹成50%，夸大倍数超过30倍。要火力军看来，格拉西莫夫没有吹嘘成100%，还是太谦虚了。现在俄乌战场局势已经非常明朗了，俄军已经失去了保护核心资产的能力，无论是在地中海的油轮、里海的军舰，还是格鲁乌的高级将领，都在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内。俄罗斯的防御体系充满了漏洞，尤其是在非前线区域，他们对这种不对称打击毫无招架之力。乌克兰也已经从单纯的国土防御开始具备全方位打击能力，利用情报优势和技术优势，乌军足以精准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命脉和指挥中枢。此外，格拉西莫夫的造假更加暴露了俄军高层的恐慌。当一个国家的总参谋长需要编造虚空战报时，说明前线指挥官已经拿不出真实的战果了。俄军谎言能骗得了一时，但骗不了天上的卫星。那么，如果乌克兰情报局的消息属实，格鲁乌少将确认阵亡，失去黑手的普京将会如何反应？这是否意味着针对决策层的猎杀模式全面开启？当地中海不再安全，里海不再安全，那么俄军油轮还能躲到哪里去呢？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对于乌克兰这种奔袭千里的追猎俄高层和油轮的战术，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可以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